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在过去的2年里，中国爆发幼儿园倒闭潮，期间有超过2万所幼儿园消失。我们不难猜测，这跟少子化有关。然而，在幼儿园大批倒闭的情况下，却有许多中国家长抱怨孩子挤不进学校的窄门。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这个矛盾的问题。这几年的中国家长似乎特别辛苦，养儿本就不容易，经济环境变差，更加大父母肩上的压力。如今连幼儿园都传出倒闭问题。统计数据显示，2022与2023年，中国全境共有2万多所幼儿园消失。有的园方为了生存，逼老师当起销售业务。广东就有一名幼教老师向媒体抱怨，校方给他定出的业绩目标，每月至少要招到2名新生，没达标还要扣薪水。为此，他在课余时间每天都得花很长一段时间打电话招生。与此同时，有幼儿园资金断裂被迫关门。江西南昌就有一所幼儿园，才刚开学5天，校方就通知家长要闭园，引起轩然大波。许多人质疑，校方明知办不下去，为何还要强收学费开学，简直就是诈骗。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其他国家。2020年的日本，全境有超过200所国中小因合并或废校而消失。2024年的南韩，小学新生人数也创下历史新低，全境更有157间小学没有半个新生注册。回到中国，除了大批幼儿园倒闭，专家更担心问题会向上延伸，影响到小学、国高中甚至大学。虽然少子化会改变幼儿园的供需关系，但我们翻查数据却发现，在2022年之前，中国的幼儿园数量有长达14年都处于增加的状态，直到2022年才爆发倒闭潮。为何少子化发展跟园区数字对不上，就要从中国近年的出生人口谈起。数据显示，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，出生人口呈现稳定的状态。不过，从2010年代开始，中国却迎来一波人口反弹。当时的政府放宽生育限制，到了2016年，更全面开放生育2胎，出生人口创下本世纪新高。时间来到2019年，当年大批出生的2孩刚好来到就读幼儿园的年纪，爆发入园困难的社会问题。但也有专家预测，这恐怕是幼儿园行业最后的荣光。自2016年高峰以后，中国的出生人口便逐年下滑，从当年的1786万人迅速骤降到2023年的902万人。全国幼儿园的学童人数也从2020年的4800万人峰值，减少到2023年的4100万人，多达数百万的生源缺口，直接引爆产业的存续危机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国幼儿园以公办为主，民办为辅。时间来到1990年代末期，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让民办幼儿园进入发展阶段。2010年代的生育反弹潮更让幼儿园大吃一波人口红利，加上当局在政策面上的支持，市场资本也进到这个行业，全中国幼儿园的数量从2010年到2020年翻了将近1倍。数量暴增，遇上出生人口锐减，终结中国幼儿园产业的黄金年代。但在这波倒闭潮的同时，却还是有家长抱怨入园困难，原因就在于要让孩子念公幼还是私幼。中国的幼儿园可以分成3种：公幼、私幼以及比较特别的普惠性私幼，也就是由民间办理但接受政府补助，提供平价学费的幼儿园。通常地方政府会要求这类幼儿园的学费要与公幼同级，或是不能高出太多，也因此公幼与普惠私幼成了多数家长的第一选择。许多地方因为园少人多，必须要抽签决定入园的幸运儿，也因此成了家长的心头大患。例如四川天府新区，去年就有家长对政府投诉，他居住的地区有400多个学生，要挤进120个公幼名额，没中签的家长只能多花一点钱，让孩子去念普惠幼儿园，或是砸更多钱去一般私幼。我们在中国社群平台上也看到，想进公幼不能只靠抽签，许多人是透过关系才成功把孩子送进窄门。而这波幼儿园倒闭潮主要集中在私幼以及偏远地区的公幼。数据也显示，中国私幼数量在2019年达到高峰之后就开始减少，反观公幼则是在2019与2020年明显增加，之后增速放缓。到了2022年，全中国共有29万所幼儿园，虽然比前一年减少了5000多所，但公幼加上普惠私幼却呈现成长的状态。中国幼儿园板块的变迁也加大私幼的营运压力。
这波变化起源自2018年，在私幼经历长时间的发展后，逐渐衍生出各种问题，像是评价的选项不多，降低民众的生育意愿，或是有幼儿园爆发虐童的丑闻，激起广泛的民怨。中国官方在2018年发布政令，计划在2020年将公幼与普惠私幼的学生占比拉高到整体的80%。这个消息很明显是把矛头对准一般私幼，因为按照官方规定，在城镇小区配套的幼儿园必须改制成公幼或是普惠私幼，其他地区的私幼虽然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普惠，但如果没这么做，就得不到财务补贴以及土地与税收上的优惠。从家长的角度看起，便宜的幼儿园自然越多越好，但政令实施后却问题百出，像是2021年，山东地方政府传出财政资源不足，无法再全额补贴普惠私幼。国务院发布的研究也坦言，普惠私幼得到的财政支持远低于公幼，甚至有一些地方政府根本就大开空头支票，迫使这些普惠私幼必须扣减老师的薪水，不然就是加开各种才艺班赚钱，甚至是暗中超收学费，否则便将迎接倒闭的命运。简单来说，中国学前教育体系改革加上区域资源不均与少子化，成了私幼与部分公幼面临生存危机的主因。许多专家都呼吁，当前的私幼必须想办法找到存在的价值，例如满足高端家庭的需求，或是延伸出托育的业务。但少子化的大趋势恐怕更难解决。经济学人预测，中国的新生儿数量有望在2024年与2025年迎来反弹，但由于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以及生育率持续下滑，长期来看还是会呈现下降的趋势，带来的影响也将从学前教育扩及其他教育层级。去年就有中媒报道，中国的小学数量在10年内减少了5%，主因就在于农村人口流失与少子化的问题。幼儿园爆发的倒闭潮更将在3年后引爆小学的关门潮。此外，中国教育学界也担心，这股风暴将持续往上延烧，未来大学面临的招生压力恐怕比幼儿园倒闭潮还要严重。虽然也有学者认为，只要政府保持对教育的投入资源规模，反而能推动小班制的发展，拉高教育本身的品质，而且光从经费来说，平均每位学生能得到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多。不过少子化带来的影响不仅限于教育层面，可能不少朋友没有注意过，当前正有一个行业也深受少子化所苦，那就是妇产科。2024年截至直播当下，中国至少有3间大型医院的妇产科宣布停止接生业务，只保留产检服务，或是干脆关闭整个部门。我们拉远来看整个经济环境，美国评级机构穆迪预测，中国将因为高龄少子化、劳动力萎缩以及房产复苏的压力，导致实质经济成长率持续放缓。至于要如何扭转局势，关键还是要回到人力转型，如何提高劳动人口的教育程度与工作技能，甚至提高产业的附加价值，将成为中国面对人口问题的突破点。总结来说，幼儿园倒闭潮是中国整个少子化趋势的缩影，也是学前教育改革的阵痛期。但我们在观察中国网络讨论声浪时也发现，当前人们最关心的还是现在的工作与生活。毕竟不生小孩虽然是个人的选择，但当很多人都不想生孩子时，那恐怕就是环境出了问题。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加入频道会员，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奢君贴图，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。期待你的加入，拜拜。